欢迎来到茫茫书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听听《龙宫奇缘》，一部女高中生穿越到龙宫的浪漫奇幻小说。日本高中女生奈美与好友参加毕业前的海边露营活动。奈美独自下海夜泳时，被神秘海流卷入深海，醒来发现自己身处晶莹剔透的水晶宫殿中，被一群好奇的虾兵蟹将围观。奈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皮肤上隐约有淡蓝色的纹路在流动，原来她体内有龙族公主转世的海灵根。欲知更多，就不要走开，不要错过精彩的故事内容。夕阳西沉，将海面染成一片金红。奈美赤脚踩在细软的沙滩上，感受着微凉的浪花一次次漫过脚踝。身后不远处，游纪和真琴正忙着搭建帐篷，欢快的笑声随着海风飘来。奈美，别光站着发呆，快来帮忙固定帐篷！游纪挥舞着手中的绳子喊道。来了来了！奈美小跑着返回营地，长发在风中飘扬。这是他们高中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旅行，三个好友选择了这片僻静的海滩露营，作为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帐篷搭好后，三人围坐在篝火旁，分享着从便利店买来的饭团和饮料。真琴忽然叹了口气，想到再过1个月我们就要各奔东西，真是有点舍不得。是啊，游纪接口道，奈美要去东京的海洋大学，真琴要去京都学设计，我要留在大阪的医学院，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奈美仰头望着渐渐浮现的星星，微笑道，但我们的友谊不会变啊。而且这次旅行不就是为了创造更多共同的回忆吗？说到回忆，真琴神秘兮兮地从背包里掏出一瓶清酒，我偷偷带了点助兴的东西。真琴，我们还没到20岁呢，游纪惊呼，但眼睛里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奈美笑着摇摇头，就一小杯，应该没关系，反正这里也没有别人。三人在星空下小酌谈天，话题从学校趣事转到未来理想。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海洋生物学时，奈美的眼睛亮了起来。你们知道吗？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 71%， 但人类对海洋的了解还不到 5%。每次想到海底可能存在着我们完全不知道的生物和景观，我就忍不住兴奋。奈美轻抚着海浪送上来的一个小贝壳，也许有一天，我能发现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界呢。夜渐深，游纪和真琴醉意朦胧地钻进帐篷休息，奈美却毫无睡意。她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她站起身来。我去游会儿泳，她轻声对已经半睡半醒的朋友们说。这么晚，小心点，游纪含糊的回应。奈美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泳装，缓步走入海中。水温比想象中温暖，像一块柔软的绸缎包裹着她的身体。她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水下世界在月光中呈现出梦幻般的蓝绿色调，小鱼在她身边游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奈美放松身体，任由海流带着她缓缓漂移。突然，她感觉到一股异常强劲的水流抓住了她的脚踝。奈美惊慌地想要游回水面，却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得异常缓慢，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束缚。她张嘴想呼救，却只吐出一串气泡。眼前的海水开始旋转，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她无情地卷入其中。奈美拼命挣扎，但无济于事。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她似乎看到一道金光闪过，然后是无尽的黑暗。她醒了，快通知龟丞相。真是稀奇，多少年没有人类到过龙宫了。嘘，小声点，别吓着他。嘈杂的议论声将奈美从昏迷中唤醒。她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近在咫尺的虾脸。啊！奈美惊叫一声，猛地坐起身来，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由巨大贝壳制成的床上，周围围着一群奇形怪状的人，有长着虾头人身的，有背着螃蟹壳的，还有下半身是鱼尾的美丽女子。这是哪里？你们是谁？奈美惊恐地问道，同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在水下自由呼吸说话。此处乃是东海龙宫，
小姑娘，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人群自动分开，一位背着龟壳、拄着珊瑚拐杖的老者缓步走来。老朽乃龙宫丞相龟长生，你被海流卷入深海结界，幸得巡逻兵相救。奈美的大脑一片空白。龙宫，龟丞相，这不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东西吗？我死了吗？他颤抖着问。龟丞相呵呵笑了起来，非也非也，你不仅活着，还因身具海灵根而能适应水下生活。龙王有令，在你找到返回人间的方法前，可暂住龙宫。奈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皮肤上隐约有淡蓝色的纹路在流动，像是微缩的海浪。她掐了一下自己，疼痛感清晰地告诉她这不是梦境。我的朋友一定在找我，我得回去。奈美焦急地说。龟丞相摇摇头，两界通道百年一开，距离下次开启尚有月余，暂且安心休养吧。他转向一位粉色鱼尾的人鱼少女，小希，你负责照顾这位贵客。人鱼少女欢快地游到奈美身边，好奇地打量着她。我叫小希，我带你去珍珠阁休息吧，那里最适合人类居住了。奈美茫然地跟着小希穿过晶莹剔透的水晶长廊，沿途所见令她惊叹不已，发光的珊瑚树，游动的宝石鱼群，悬浮的水母灯笼，这一切都超出了她的科学认知。这里真的是龙宫？奈美喃喃自语，心中既恐惧又莫名兴奋。她儿时听祖母讲过的神话故事，竟然都是真的。正当她出神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侍卫们纷纷退到两侧，恭敬地低头行礼。一个修长的身影逆光而来，奈美眯起眼睛，当看清来人时，呼吸为之一滞。那是一位年轻男子，身着一袭银蓝色长袍，黑发中隐约可见一对晶莹的龙角。他的面容俊美的近乎不真实，金色的树瞳冰冷地注视着奈美。这就是那个闯入龙宫的人类，他的声音如同深海的寒流。小希连忙行礼，见过鳌翅太子。奈美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与这位龙太子四目相对。在那双冰冷的金色眼眸中，他清晰地看到了戒备与不信任。人类都是危险而贪婪的生物，鳌翅冷冷地说，看好他，别让他在龙宫里乱跑，一旦找到方法，立刻送他回去。说完，他转身离去，袍角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留下奈美站在原地，感到一阵莫名的刺痛。他不知道的是，这次意外的相遇将彻底改变两个世界的命运。奈美坐在珍珠阁的贝壳梳妆台前，望着镜中陌生的自己。她的皮肤上那些淡蓝色纹路已经褪去，但双颊却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头发也比以前更加柔顺有光泽，仿佛浸染了海水的灵气。这是海灵根在适应水下环境的表现。龙宫医师，一位长着海马头的慈祥老者，刚刚为他做完检查，此刻正翻动着一本用鱼皮制成的古老医书。海灵根，奈美轻轻触碰自己的脸颊，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意。一种罕见的天赋，医师的腮帮子鼓动着，拥有者能与海洋生灵沟通，甚至操控水流，在人类中千年难遇。奈美睁大眼睛，可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啊。命运从不普通，孩子，医师合上书册，你需要学习控制这份力量，否则在龙宫会很危险。话音刚落，房门被猛地推开，小希像一道粉色闪电般游了进来，鱼尾在身后欢快地摆动。奈美，我来教你水下生活的基础知识。他手里捧着一堆闪闪发光的物品，首先是呼吸法，虽然海灵根让你能在水下呼吸，但掌握技巧会更舒服。医师摇头笑了笑，告辞离去。小希立刻拉着奈美来到珍珠阁外的花园，一片由发光珊瑚和水晶花组成的奇幻天地。看好了，小希深吸一口气，两腮微微鼓起，在水下呼吸不是用鼻子，而是用这里。他指着自己颈部隐约可见的腮裂。奈美模仿他的动作，却呛了一口水。小希咯咯笑起来，别急，海灵根会自然引导你。感受水的流动，让它进入你的身体，就像在陆地上呼吸空气一样。经过半小时的尝试，奈美终于掌握了诀窍。
他惊喜地发现，现在呼吸起来就像在陆地上一样自然，甚至更加清新畅快。接下来是移动，小溪的鱼尾轻轻一摆，身体就轻盈地转了个圈。你们人类没有尾巴，所以他拿出2条镶嵌珍珠的丝带，用这个绑在脚踝上，可以帮你更好地控制方向。奈美将丝带系好，试着像小溪那样摆动双腿。起初它像只笨拙的青蛙，不是撞到珊瑚，就是原地打转。小溪笑得前仰后合，但还是耐心地纠正他的动作。不对不对，要像这样。小溪示范着优雅的泳姿，想象你是海豚，不是螃蟹。终于，奈美能比较自如地在水中移动了。她跟着小溪游览珍珠阁周围，认识了会唱歌的贝壳灯，会自动整理房间的水母仆从，以及用气泡传信的鱼群邮差。龙宫好神奇，奈美看得眼花缭乱。这些技术如果应用到人类世界，人类世界是什么样的？小溪好奇地凑近，听说那里没有水，大家都用腿走路。奈美忍不住笑了，当然有水，只是不像这里到处都是。我们有城市、学校、汽车。她突然想起什么，从泳衣暗袋里掏出手机，你看，这是我们的通讯工具。小溪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发光的方块，没有法术它怎么能亮起来？这是科技，不是魔法，奈美笑着解释，但手机突然发出低电量警告，啊，没电了。电？小溪歪着头，你是说闪电吗？龙宫里倒是有几只电鳗可以借你。奈美哭笑不得地收起手机。正当她想进一步解释时，一阵低沉的海螺号角声回荡在龙宫各处。是鳌翅太子巡海回来了，小溪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得赶快准备迎接。准备什么？他又不是没见过我。奈美想起那双冰冷的金色眼眸，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嘘，在龙宫，太子回府时，所有臣民都要列队迎接。小溪匆忙拉着奈美游向主殿方向，特别是你这个外来客人，礼节更重要。主殿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龙宫居民。奈美被安排站在龟丞相身后，偷偷打量着这座宏伟的水晶宫殿。殿前2排虾兵蟹将手持珊瑚长矛，神情肃穆。忽然，水流变得湍急，一队海马骑兵列队而入，随后是4名手持珍珠灯笼的棒女。最后，一道修长的身影骑着一头巨大的龙龟缓缓而来。鳌翅太子今天换了一身银白色的战甲，龙角在发间闪烁着寒光。他翻身下龟，动作优雅如舞蹈。龟丞相上前行礼，低声汇报着什么。鳌翅微微点头，目光扫过人群，在看到奈美时明显停顿了一下，眉头微蹙。人类，你适应的倒是快。他走到奈美面前，声音里带着审视。奈美不知该行什么礼，只好模仿小溪之前教她的姿势，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微微低头，托太子的福。哼，客套话。鳌翅冷笑，人类最擅长的就是表面恭敬，背地里却贪婪成性。奈美猛地抬头，怒火在胸中燃起。太子殿下见过多少人类，就敢这样一概而论？周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小溪在后面拼命拉奈美的衣角，鳌翅的金瞳微微收缩，显然没料到他会顶撞。大胆！一名蟹将上前喝道。鳌翅抬手制止，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有趣，至少比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家伙强。他凑近奈美，龙角几乎碰到她的额头，告诉我，人类女孩，如果你不贪婪，为何你们的船只每天都在我的海域撒下那些破坏性的渔网？为何你们的管道不断向海洋排放毒物？奈美咬住嘴唇，她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但依然挺直腰板，不是所有人类都那样。我在学校的专业就是海洋生物学，梦想就是保护海洋生态。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减少渔网对珊瑚礁破坏的新材料研究。鳌翅明显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个回答。他正要说什么，一名侍卫匆匆赶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太子表情立刻变得严肃，匆匆离去前丢下一句，看好他，别让他乱跑。人群散去后，小溪拍着胸口游过来，天哪，奈美，你竟敢顶撞太子！
没人敢这么做的。他太傲慢了。奈美还在生气，凭什么因为我是人类就……嘘！小溪突然捂住他的嘴，警惕地看看四周，别在这里说这些。走，我带你去参观海藻园。前往海藻园的路上，奈美注意到龙宫有些地方的珊瑚颜色暗淡，甚至出现了断裂。一些区域被透明的结界封锁，几名穿着特殊鳞甲的龙宫工匠正在里面忙碌。那些地方怎么了？奈美好奇地问。小溪立刻加快速度，没什么，例行维护而已。经过一处偏殿时，奈美隐约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论声。结界异常越来越频繁，灵力流失速度超出预期，必须在下个月圆前找到解决办法。奈美正要靠近听清楚，两名虾兵突然出现拦住去路，此处禁止通行。小溪连忙拉着奈美离开，那是龙宫重地，我们不该靠近的。他们在说什么结界异常？灵力流失？奈美追问。你听错了，小溪明显紧张起来，只是一些普通的宫殿修缮问题。奈美知道小溪在撒谎，但也不好再问。她默默记下这些信息，决定以后慢慢调查。海藻园是一片由巨型海藻组成的森林，各种颜色的藻类随着水流摇曳，形成梦幻般的景象。园中有许多奈美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她兴奋地观察记录，暂时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这是荧光水母群，它们组成的图案是龙宫的文字。小溪指着一群排列成特殊形状的水母解释道。奈美正想凑近观察，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周围的景物开始旋转。她扶住一株海藻，大口喘息。奈美，你怎么了？小溪惊慌地扶住她。不知道，突然好难受。奈美的皮肤上那些蓝色纹路再次浮现，这次更加明显。小溪脸色大变，是海灵根不稳定。我们得立刻回珍珠阁。回程途中，奈美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她恍惚看到远处高台上，敖赤太子正与几位龙宫长老围着一个发光的水晶球讨论什么，表情凝重。太子似乎感应到他的目光，转头看来，眼中闪过一丝奈美读不懂的情绪。珍珠阁内，医师已经等在那里，他为奈美服下一颗珍珠制成的药丸，症状很快缓解。海灵根正在觉醒，这会消耗大量体力。医师叮嘱道，今天你需要休息，不要过度使用能力。小溪送走医师后，奈美躺在贝壳床上，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龙宫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而那个傲慢的龙太子似乎也并非单纯的讨厌人类。还有那些关于结界和灵力的谈话。他轻轻触摸脖子上不知何时出现的一个小小鳞片状印记，思索着自己与这个水下世界的奇妙联系。窗外，一群发光的深海鱼游过，在房间投下变幻的光影。奈美渐渐入睡，梦中她看到一片黑暗的海沟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呼唤她的名字。奈美在珍珠阁已经住了3天。每天清晨，一群色彩斑斓的鱼群会准时敲响她的贝壳窗，送来龙宫特制的早餐，通常是各种精致的海藻糕点和珍珠奶茶。今天也不例外。谢谢你们。奈美轻抚一条小丑鱼的头顶，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能感受到它愉悦的情绪。这大概就是海灵根的力量在逐渐觉醒。小溪匆匆游进来，鱼尾上缠着一串珍珠链子。奈美，今天龟丞相允许你参观珊瑚花园了，他兴奋地说，那可是龙宫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奈美立刻来了精神。这几天除了珍珠阁周边和海藻园，她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能探索更多龙宫，意味着能找到更多关于这个神奇世界的线索，也许还能发现回到人类世界的方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奈美一边让小溪帮她梳头发，一边问。别碰任何发光的红色珊瑚，别单独行动，还有，小溪压低声音，绝对不要靠近西边的珊瑚迷宫，那是禁地。奈美点点头，但心里已经记下了这个信息。禁地往往藏着最有趣的秘密。珊瑚花园比奈美想象的还要壮观。
无数色彩绚丽的珊瑚组成连绵起伏的山丘，其间点缀着会变色的海葵和发光的海百合，各种奇特的鱼类在其中穿梭，宛如水下仙境。这里的生态系统设计得非常精妙，奈美不自觉地用专业眼光分析起来。肉食性和草食性鱼类数量平衡，珊瑚种类搭配也考虑了生长速度和空间竞争，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微型海洋模型。你懂得不少，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奈美转身，看到敖赤太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一袭墨蓝色长袍，龙角在花园的微光中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几名侍卫远远地跟在后面。太子殿下，奈美行了个礼，比上次标准多了。敖赤微微颔首，目光扫过花园，你说的没错。这个花园是按照上古海神传下的图谱建造的，每一种生物的摆放位置都有讲究。它指向一处珊瑚群，那里的火焰珊瑚和蓝海星组合，能够产生特殊的灵力波动，净化周围水域。奈美惊讶于他竟然会解释这些，更惊讶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在龙宫也适用。他忍不住走近观察那个特殊组合，太神奇了，在人类世界，我们只知道它们有共生关系，但没想到还能产生灵力波动。敖赤注视着他专注的侧脸，金瞳中闪过一丝讶异。正当气氛有所缓和时，一名侍卫匆忙赶来，在敖赤耳边低语几句。太子眉头一皱，我马上过去。他转向奈美，让小溪带你回去，花园东侧有灵力乱流，不要靠近。说完，他便随侍卫匆匆离去。奈美注意到他去的方向正是西边，珊瑚迷宫所在的位置。小溪很快出现，带奈美继续参观。但奈美的心思已经不在花园上了，她不断想着那个神秘的珊瑚迷宫和敖赤匆忙离去的样子。为什么那里是禁地？发生了什么需要太子亲自处理的事情？午饭后，小溪被龟丞相叫去帮忙，奈美独自在珍珠阁休息，窗外传来阵阵骚动。她看到一队队虾兵蟹将在快速集结，朝西边游去。好奇心最终战胜了理智，就去看看，不靠近应该没关系，奈美自言自语道。她悄悄溜出珍珠阁，避开巡逻的卫兵，沿着隐蔽的珊瑚丛向西移动。越靠近西侧，水流越发湍急，周围的珊瑚颜色也从明亮的色调变为深红和紫黑。远处，一座由巨大珊瑚组成的迷宫矗立在昏暗的水域中，入口处缠绕着发光的海草，像是某种警告标志。奈美躲在一块岩石后观察，迷宫入口有重兵把守，但侧面似乎有个小缺口。他等待卫兵换岗的空隙，迅速游向那个缺口。进入迷宫后，光线立刻暗了下来。珊瑚墙高耸而密集，形成错综复杂的通道。奈美小心地留下发光的贝壳碎片作为标记，以防迷路。迷宫深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像是某种大型生物的呼吸声。转过一个拐角，奈美突然僵住了，前方空地上趴着一只巨大的海兽，形似狮子，却有鲨鱼的尾鳍和龙虾的钳子。它正在啃食一头大型鱼类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周围的海水。奈美屏住呼吸，慢慢后退。但就在这时，一块珊瑚从她手边脱落，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海兽猛地抬头，黄色的树瞳锁定了奈美，恐惧如电流般穿过奈美的全身。她转身就逃，海兽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紧追不舍。奈美在迷宫中左冲右突，却发现那些标记贝壳不知何时全都消失了。她彻底迷失了方向。救命！有人吗？奈美的呼喊化作一串气泡。海兽越来越近，奈美能感觉到它呼吸带来的水流冲击。她拐进一条死路，背后是高耸的珊瑚墙，无路可逃。海兽张开血盆大口扑来，一道银蓝色闪电突然从天而降，精准地击中海兽的头部。海兽痛苦地嘶吼着后退。奈美抬头，看到敖赤悬浮在上方，手中握着一柄三叉戟，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退下，孽畜！他的声音在水中震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海兽不甘地咆哮，但似乎畏惧鳌翅的力量，最终转身逃入迷宫深处。鳌翅降落到奈美面前，脸色阴沉的可怕。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死了？谁允许你闯入禁地的？奈美浑身发抖，既因为恐惧，也因为羞愧。我只是好奇。好奇？鳌翅冷笑，人类的好奇心总是要别人来承担后果。为了救你，让那只海魔兽逃走了，它已经伤了3个渔民。奈美低下头，海水中有温热的液体从眼角滑落，她竟然在水下哭了。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鳌翅似乎没料到他会道歉，愣了一下。他收起三叉戟，语气稍缓，跟我来，这里不安全。回程路上，奈美注意到鳌翅的左臂有一道伤口，蓝色的血液缓缓渗出。你受伤了，他惊呼。鳌翅瞥了一眼伤口，小伤而已。刚才制服那只海魔兽时被珊瑚划的。让我看看。奈美不顾他的反对，拉过他的手臂仔细检查，伤口里有珊瑚碎片，不取出来会发炎的。他从裙角撕下一条布料，小心地清理伤口。鳌翅皱眉看着他熟练的动作，你懂医术？基础急救而已。我经常参加海洋考察，这是必备技能。奈美将伤口包扎好。好了，应该没事了，谢谢你救了我。鳌翅收回手臂，表情复杂，不必道谢。如果你在龙宫出事，会引发外交麻烦。两人沉默地游了一会儿，奈美鼓起勇气问，那只海兽，它看起来不像是自然生物。它是被改造的。鳌翅的声音低沉，最近龙宫周边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变异生物，我们怀疑有人在故意破坏生态平衡。奈美正想追问，前方突然传来急促的呼喊声，一条小海豚急速游来，身上带着可怕的伤口。它在鳌翅面前焦急地转圈，发出高频的鸣叫。鳌翅脸色一变，又一起袭击事件。跟我来。奈美跟着鳌翅来到一处露天平台，眼前的景象让她倒吸一口冷气。10几只受伤的海洋生物排成一排，有海龟、海豚，甚至还有小型鲸鱼。龙宫医师们正忙碌地治疗它们，但明显人手不足。这是最近1周的受害者。鳌翅握紧拳头，都是边境的渔民和信使。那只海魔兽只是其中之一。奈美看着那些痛苦的生灵，内心一阵绞痛。她毫不犹豫地游向最近的一只年轻海豚，它的侧腹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小心，它受惊了会咬人，一名医师警告道。但出乎所有人意料，当奈美靠近时，原本躁动的海豚竟然安静下来。奈美轻轻抚摸它的头部，哼起一首古老的琉球民谣。海豚发出柔和的回应声，仿佛在跟他交流。他说伤口里有金属碎片。奈美不自觉地翻译道，然后自己也愣住了，他竟然能听懂海豚的语言。医师们惊讶地看着他。鳌翅的金瞳微扩大，海灵根的沟通能力竟然这么强。奈美继续协助治疗，她的触摸似乎能减轻动物的痛苦。更神奇的是，当她全神贯注时，指尖会发出微弱的蓝光，触碰过的伤口愈合速度明显加快。鳌翅站在一旁观察，眼中的戒备逐渐被惊讶取代。他悄声对龟丞相说，查一下他的背景。普通人类不可能有如此纯净的海灵根。治疗持续到傍晚。当最后一只海龟被送回休养池时，奈美已经精疲力竭，脸色苍白如纸。她摇晃了一下，差点晕倒，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扶住。你消耗了太多灵力。鳌翅的声音不再冰冷，我送你回去。回珍珠阁的路上，奈美半靠在鳌翅肩上。穿过一片发光水母群时，她轻声说，那些伤口不像是海兽造成的，更像是人为的武器所伤。鳌翅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你怎么知道？伤口的形状和深度，还有残留的灵力波动。奈美困得眼皮打架。在人类世界，我们研究过类似的水下武器。鳌翅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最终只说了一句，休息吧。明天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帮我们治疗其他伤者。奈美已经半睡半醒，只是模糊地点点头。
他没看到敖赤将它交给小溪时眼中闪过的那一丝复杂情绪。与此同时，人类世界，游记和真琴站在海边警局外，神情憔悴。警察刚刚结束了又一次无功而返的搜救简报。已经3天了，真琴哽咽着说，奈美不可能就这么消失。游记握紧拳头，目光落在沙滩上一块闪着微光的物体上。他弯腰捡起来，是一片从未见过的蓝色鳞片，在月光下散发着奇异的光芒。这时游记感到一阵莫名的熟悉感。真琴，你看这个。当两人的手同时触碰鳞片时，它突然发出耀眼的蓝光，转瞬即逝。警察和渔民们都没注意到这一异象，但游记和真琴对视一眼，确信这与奈美的失踪有关。不管奈美在哪里，游记握紧鳞片，我们一定会找到她。把月明珠放在那个角落，对，就是这样。奈美指挥着几名水母仆从调整珍珠阁内的光源。自从3天前在珊瑚迷宫遇险后，敖赤太子出人意料地放宽了他的活动限制，甚至允许他有限度地探索龙宫的一些非敏感区域。作为回报，奈美主动协助治疗受伤的海洋生物。他的海灵根能力每天都在增强，现在已经能够与大多数海洋生物进行基本交流。奈美，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小溪像一阵粉色的旋风冲进珍珠阁，手里捧着一个发光的贝壳盒子。奈美接过盒子，打开后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套精致的工具，珊瑚制成的剪刀、珍珠母贝镊子、海马骨针，还有各种颜色的海藻丝线。这是太子殿下命人为你特制的。小溪眨眨眼，听说你擅长制作海洋生物标本，这些工具应该比你们人类世界的更适合水下使用。奈美轻轻抚摸那些工具，每一件都工艺精湛，边缘还刻有细小的防滑纹路。他没想到随口提过的爱好会被记住。太子殿下今天在哪？我想当面道谢，奈美问道。在古籍馆。最近他一直在查阅关于海灵根的记载。小溪帮奈美梳理头发，要我带你去吗？古籍馆位于龙宫主殿的西翼，是一座由整块蓝水晶凿成的半球形建筑。奈美跟随小溪穿过层层守卫，每经过一道门，她脖子上的鳞片状印记就会微微发热。守卫们看到这个印记后，都恭敬地让开道路。这个印记，奈美摸了摸脖子，是太子给你的临时通行证。小溪解释道，在龙宫，灵力印记比任何令牌都管用。古籍馆内部比外观更加宏伟，无数书册悬浮在半空中，按照某种规律缓缓旋转，有的用鱼皮制成，有的则是贝壳串联，还有的干脆是活的水母，身体上显示着流动的文字。敖赤站在中央平台上，正在查阅一本巨大的龟甲册，阳光透过水晶穹顶洒在他身上，为龙角镀上一层金边。听到动静，他抬起头，金瞳在看到奈美时闪烁了一下。殿下，奈美行了一个标准的龙宫礼，谢谢您的工具，它们太精美了。敖赤微微颔首，听闻人类制作标本时会伤害活体，这些工具只适合处理已经逝去的生灵。他停顿了一下，龙宫尊重每一个生命，即使死后也是如此。奈美连忙解释，现代标本制作早就不使用活体了。事实上，我的研究方向是非致命性海洋生物观测技术。他从衣袋里掏出手机，看，这是我们用的水下摄像机，可以不必捕捉生物就能研究它们。敖赤好奇地观察这个方形设备，没有灵力的物品为何能记录影像？这是科技，不是魔法。奈美笑着打开相册，展示她在人类世界拍摄的海洋生物照片，比如这张珊瑚产卵的照片，帮助我们了解了它们的繁殖周期。敖赤的目光在照片和奈美兴奋的脸庞之间游移，冷峻的表情逐渐松动。他指向一张深海热泉的照片，这里很像龙宫东部的黑烟囱海域。真的吗？我们叫它海底黑烟囱，奈美惊喜地说，在人类世界，这是最极端的生态系统之一，科学家认为研究它可能解开生命起源的奥秘。
龙宫古籍记载，那里是上古海神炼制生命的地方。敖赤不自觉地接过话题，指向书架某处，东海奇观录中有详细描述。两人不知不觉沉浸在学术讨论中。奈美惊讶于龙宫古籍对海洋现象的记载如此详尽，而敖赤则对人类用非灵力手段得出的相似结论表示赞赏。殿下，你看这个。奈美突然指向古籍中的一页插图，这幅人鱼画像旁边的符号和我们发现的古地中海陶罐上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敖赤靠近查看，龙角几乎碰到奈美的额头，他身上有深海的气息，清冷而神秘。奈美突然意识到两人距离如此之近，耳根微微发热。有趣，敖赤翻动书页，这里提到人龙契约。他的手指停在一处明显被撕掉的页面边缘。怎么了？奈美凑近。这一页被人为破坏了。敖赤皱眉，海国盟约中最关键的部分，关于人龙契约的细节。奈美仔细观察撕痕，边缘很旧，不是新撕的。看残留的笔画，这里似乎有个人类形象，还有龙族。敖赤突然合上书册，今天就到这里，我该去巡视边境了。奈美敏锐地察觉到气氛变化，但识趣的没有追问。他行了个礼，再次感谢您的工具。如果殿下有兴趣，明天我可以演示现代标本制作技术。敖赤已经转身整理书册，背影挺拔而疏离，但最终还是微微点了点头。离开古籍馆后，奈美的心跳仍然有些快。刚才的学术交流让他看到了敖赤不为人知的一面，那条冷酷龙皮下藏着一颗对知识充满好奇的心。他对人龙契约的反应很奇怪，奈美思索着，决定找机会查查这个线索。次日清晨，奈美在珍珠阁外的平台上布置好了工作区。她向龙宫厨房要来了一些自然死亡的海洋生物，几条小鱼，一只小章鱼和几个贝壳。这些都是龙宫日常饮食的原材料，以最虔诚的方式获取，确保不浪费任何生命。当敖赤如约而至时，奈美已经完成了初步处理。她穿着小溪为她准备的工作袍，头发利落地挽起，正专注地用珍珠母贝镊子整理一条彩虹鱼的鳍。殿下，请坐。奈美没有抬头，全神贯注于手中的工作。我正在用海藻酸溶液固定组织，这种方法不会破坏生物原本的色彩。敖赤安静地坐在他对面，观察他娴熟的动作。奈美地指间泛着淡淡的蓝光，海灵根的力量让他能精确感知每一寸组织的状态。在人类世界，我们需要用福尔马林，但那有毒且会改变颜色，奈美解释道。而这里的海藻酸简直是完美的天然替代品。他向敖赤演示如何用海马骨针缝合固定，如何用特殊的珊瑚粉填充保持形状。敖赤尝试制作一个贝壳标本，那双通常持武器的手艺外地灵巧。不错啊，奈美真诚地称赞，第一次做就能这么工整。敖赤的嘴角微不可察地上扬，龙族的手指比人类多一个关节，适合精细工作。奈美好奇地观察他的手，修长有力，指尖有淡淡的普膜，指甲呈半透明的青蓝色，确实比人类更加适应水下环境。真想看看龙族的解剖结构，奈美不自觉地喃喃自语，然后猛地意识到失礼，对不起，职业病。出乎意料，敖赤没有生气，反而拿起工具，这种扇形贝壳的肌肉附着点很特别，应该这样展示。两人沉浸在标本制作中，时间如水般流逝。当最后一个标本完成时，阳光已经变成黄昏的金色。殿下，您说过要巡视珊瑚森林。奈美突然想起什么，我在古籍上看到那里有一种会发光的六角珊瑚，能否？敖赤站起身，现在去正是最佳观测时间。跟我来。他带奈美来到龙宫做祈救，一群体型优美的海马正在吃海草。敖赤选了一匹最大的深蓝色海马，自己先骑上去，然后向奈美伸出手。奈美迟疑地握住那只手，下一秒就被拉上海马背，坐在敖赤前面。海马立刻游动起来，速度快得惊人。奈美不得不抓紧海马的颈鳍，后背几乎贴在敖赤胸前。
放松，让他感受你的节奏。敖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海潮般的韵律。奈美渐渐适应了海马的运动，开始享受这种奇妙的骑行。他们穿过色彩斑斓的珊瑚森林，各种发光的生物在周围闪烁，宛如水下星空。看那边，敖翅指向一处凹陷，那里生长着一片六角形珊瑚，每个孔洞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组合成变幻的图案。太美了，奈美屏住呼吸，这就像水下版的极光。极光？地球两极的夜空会出现彩色光幕，是太阳风与大气层。奈美突然停住，意识到科学解释在魔法世界可能不适用。但敖翅若有所思，龙宫古籍说那是天海之吻，当天空与海洋的灵力相互呼应时产生的奇观。你们的解释很有趣。奈美笑了，其实科学和魔法只是解释世界的不同语言。在我们看来，龙宫的许多现象也是不科学的，但它们确实存在。敖翅没有回应，但奈美感觉到身后的气息变得柔和了些。回城时，敖翅带奈美绕道经过一片水晶花园，无数透明的水晶柱从海底耸立，内部有液体流动。这是记忆水晶，敖翅解释，记录着龙宫的历史。奈美好奇地触碰一根水晶柱，突然眼前浮现出画面，一位与敖翅有7分相似的龙族男性正在与一群人类交谈，双方交换着什么物品。画面戛然而止，奈美惊讶地看向敖翅，那是先祖与人类的交往记录。敖翅的表情复杂，那是人龙契约还在的时期。奈美敏锐地注意到他用的是还在而非还存在，但他没有追问，只是说看起来那时候关系很好。敖翅冷笑一声，没有回答，催促海马加速。当晚，奈美在珍珠阁整理今天的收获。她将制作的标本排列好，每一件都标注了龙宫和人类的双文名称。窗外，月光透过海水洒落，为房间披上银纱。奈美，你睡了吗？小溪轻轻敲门。还没，进来吧。小溪游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螺壳，太子殿下让我送来的，说是补充你的标本收藏。奈美接过螺壳，认出这是一种极其稀有的深海物种。螺壳内部有天然形成的珍珠，排列成星座图案。它怎么会？殿下今天心情很好呢。小溪神秘地笑笑，龟丞相说，已经很多年没看到太子主动邀请别人共游珊瑚森林了。奈美脸颊微热，小心地将螺壳放在标本中间。小溪，你知道人龙契约是什么吗？小溪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你从哪里听说的？古籍馆的一本书提到，但关键页面被撕掉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小溪不安地摆动鱼尾，龙宫禁止谈论这个。据说300年前人类与龙族有过约定，但后来人类背叛了契约，导致什么？小溪摇摇头，我不清楚细节，只知道从那以后，龙族对人类充满戒备，尤其是敖翅太子。奈美若有所思，难怪敖翅对人类如此敌视。但那个契约具体是什么？人类又做了什么？与此同时，龙宫深处的一座隐秘殿堂内，龟丞相正向龙王汇报。陛下，那人类女孩的海灵根纯度超乎想象。今天她与太子殿下共同研究古籍时，竟然激活了沉睡的记忆水晶。龙王，一位威严的龙族长者，龙角比敖翅更加粗壮，金色的长须在水中飘动，沉吟道，能激活记忆水晶，说明他的灵脉与龙宫同源。查清楚他的身世了吗？老臣派去人间的探子回报，奈美是琉球群岛一个渔村的孤儿，由祖母抚养长大。有趣的是，那个渔村正位于300年前人龙契约签署地的正上方。龙王眼中金光一闪，继续观察他。如果他真是预言中的海灵龟者，或许能解决我族的危机。龟丞相犹豫了一下，太子殿下似乎对他态度有所软化。赤儿自幼痛恨人类，若他能放下成见，龙王望向殿外，目光深远，也许这就是天意。再往左一点，不对，是右。你的左右是反的。
奈美站在珊瑚高台上，指挥一群水母工匠调整悬挂在龙宫主广场上方的照明系统。距离龙宫百年祭典只剩3天，整个水下都城沉浸在忙碌而喜庆的氛围中。这个祭典其实是每100年一次的结界灵力校准仪式。奈美小姐，这样行了吗？一只体型硕大的发光水母用触手指了指刚安装好的水晶灯组。奈美由近检查，满意的点点头，完美。等晚上测试时，一定会很壮观。自从2周前那次标本制作和珊瑚森林之旅后，奈美在龙宫的地位微妙地提升了。敖赤太子允许她参与更多活动，甚至委托她协助设计祭典的照明效果。作为海洋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奈美对水下光学有着专业理解。她将现代 LED 灯的原理与龙宫的灵力技术结合，设计出一套全新的照明系统。听说太子殿下亲自批准了你的设计，小西游过来，递给奈美一杯用珍珠粉和海藻调制的提神饮料。奈美抿了一口，甜中带咸的独特味道已经变得熟悉。它其实比表面看起来开明。虽然一开始对我用人类技术改良龙宫传统很不满，那是因为你的设计确实优秀。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奈美转身，看到敖赤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今天的他穿着一身简洁的银灰色劲装，龙角上缠绕着细细的铂金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自从那次珊瑚森林之旅后，敖赤对他的态度明显缓和，虽然依旧严肃，但眼神中的冰冷已经消融不少。殿下，奈美行了个礼，照明系统已经安装完毕，就等今晚测试了。敖赤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广场上忙碌的景象。父王很期待你的现代灵力灯光，他嘴角微扬，显然觉得这个概念很有趣。对了，奈美突然想起什么，从腰间小袋里掏出手机，我拍了些布置过程的照片，您要看看效果吗？敖赤挑眉，那个方盒子在水下还能工作？我也很惊讶。奈美按亮屏幕，电量显示还有 37%， 按理说早就该没电了，但在龙宫结界中似乎能缓慢自动充电。手机相册里是奈美这几天拍摄的龙宫照片，发光的珊瑚园，忙碌的水母工匠，色彩斑斓的鱼群队列。敖赤凑近观看，龙角几乎碰到奈美的额头。他身上有深海特有的清冽气息，混合着淡淡的龙涎香，让奈美不自觉地屏住呼吸。这些影像很清晰，敖赤只像一张特写，那是水母工匠正在雕刻水晶灯，比记忆水晶的记录更细节。奈美滑到下一张，是敖赤前日训练海马骑兵的侧影。他身着轻甲，手持3叉戟，黑发在水中飘扬，宛如古代海神重生。奈美当时躲在柱子后偷拍，没想到被抓个正着。这张敖赤的声音突然变得微妙，抱歉，我不该未经允许。奈美慌忙要删除，敖赤却伸手阻止，留着吧。他的声音很轻，只是别让父王看到。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影像记录。奈美好奇地抬头，为什么？敖赤的表情变得复杂。自从300年前的人龙契约破裂后，龙宫就禁止记录影像。父王认为画面会固化记忆，而有些记忆应该随时间流逝。奈美若有所思地收起手机。每次提到人龙契约，龙宫人的反应都如此讳莫如深，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今晚的测试你会来吗？他换了个话题。敖赤点头，我会陪同父王一起。他顿了顿，你的设计很有创意。这句简单的称赞让奈美心头一暖。他知道从这位高傲的龙太子口中得到认可有多不容易。夜幕降临，龙宫广场上聚集了众多期待已久的居民。奈美站在控制台前，紧张地调整着最后参数。这套系统她用了1周时间设计，将灵力注入特殊切割的水晶中，通过反射和折射原理，创造出类似现代舞台灯光的效果。随时可以开始，陛下。奈美向高台上的龙王行礼。龙王是一位威严的长者，银白色的龙角上布满岁月的痕迹，金色的长须在水中缓缓飘动。
他微微颔首，让我们看看人类的技术能带来什么惊喜。奈美深吸一口气，启动了系统。刹那间，广场上空的水晶灯组同时亮起，但不是单一的光，而是变幻的七彩流光。光线通过精心设计的珊瑚反射器，在广场各处投射出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影像。巨大的鲸鱼从人群头顶游过，发光的乌贼在建筑间穿梭，甚至还有传说中的海龙盘旋而上。围观的龙宫居民发出阵阵惊叹。奈美偷偷观察高台上的反应，龙王面露惊讶，龟丞相不停地捋着胡须，而敖赤正看着他，金色的眼眸中闪烁着赞赏的光芒。演出达到高潮，所有光线汇聚成一条巨大的光之路，指向远方的海面，象征着龙宫与外界连接的渴望。音乐戛然而止，全场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太精彩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灯光。那个人类女孩真是个天才。奈美脸颊发烫，向四周鞠躬致谢。当她直起身时，发现敖赤已经来到她身边。父王很满意，他低声说，你做到了龙宫千年未有的创新。奈美正想回应，龙王的声音传来，人类女孩，上前来。奈美游到高台前，恭敬地行礼。你的才能令人印象深刻，龙王的声音如深海般浑厚，我特许你在祭典期间可以自由活动，记录这场盛会。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龙宫已经很久没有留下正式的影像记录了。奈美惊喜地抬头，谢谢陛下。祭典前最后2天，奈美忙得脚不沾地。她不仅要用手机拍摄准备过程，还要继续完善灯光系统的细节。更让她兴奋的是，龙王允许她查阅一些非机密的祭典历史资料，让她对龙宫文化有了更深了解。祭典每100年一次，是为了纪念龙宫与海洋生灵的契约。龟丞相在奈美整理资料时解释道，同时也是加固龙宫结界的必要仪式。结界，奈美想起之前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是那个最近出现异常的结界吗？龟丞相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你听说了啊？是的，龙宫结界依靠7颗灵珠维持，每100年需要重新注入灵力。今年的祭典尤其重要。奈美敏锐地注意到老龟人话中有话，但知趣的没有追问。他转而问道，我能参观这些灵珠吗？只有祭典当天才会展示。龟丞相摇摇头，平时存放在禁地，由重兵把守。祭典当天，整个龙宫焕然一新，街道上铺着发光的海藻地毯，各色彩旗在水流中飘扬。奈美穿上了小溪为她准备的礼服，一件由最轻薄的海丝绸制成的蓝色长裙，腰间系着珍珠串成的饰带，脖子上挂着敖赤给她的鳞片通行证。你今天真美。小溪帮奈美盘起头发，插上几朵小小的发光海葵。奈美看着镜中的自己，几乎认不出来了。海灵根的觉醒让她的皮肤泛着珍珠般的光泽，眼睛比以往更加明亮，整个人仿佛融入了这个水下世界。祭典从清晨开始，持续整整1天。奈美获准在 VIP 区域观看开幕式，用手机记录下壮观的场面，上千名海族组成的仪仗队，各种珍稀海洋生物的表演，还有龙王庄严的祈福仪式。中午时分，7颗灵珠被请出，安置在中央祭坛上。每颗灵珠都有不同的颜色，内部仿佛有液体在流动。奈美被允许近距离拍摄这些神秘的法器，它们真美。奈美轻声感叹，镜头对准那颗最大的蓝色灵珠，那是东海灵珠，7珠之首。敖赤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传说其中蕴含着东海最纯净的灵力。奈美调整焦距，想要捕捉灵珠内部流动的细节，它们看起来像是有生命一样。敖赤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每颗灵珠都……他的话被一阵喧哗打断。一群来自南海的使者匆匆赶到，带来了边境冲突的消息。敖赤不得不离开去处理，临走前叮嘱奈美不要乱跑。夜幕降临，祭典进入高潮，美酒佳肴源源不断的供应，各种表演轮番上阵。奈美的灯光秀再次成为焦点，
这次他加入了更多互动元素，让观众也能参与到光影变换中。在一片欢腾中，奈美注意到几个黑影悄悄离开了主会场，向禁地方向移动。职业敏感让他警觉起来，那些人的行动轨迹明显是在避开巡逻卫兵。小西，我去补个妆，奈美对正在跳舞的小西喊道，然后悄悄跟上了那些黑影。借着夜色的掩护，奈美跟踪那些人来到禁地边缘。借着月光，他看清那是3个穿着特殊鳞甲的人，脸上戴着面具。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法器干扰了守卫，潜入了禁地区域。奈美犹豫了一下，理智告诉他应该回去报告，但好奇心和对龙宫的关心驱使他继续跟进。他小心地保持距离，用手机拍下那些人的行动。禁地内部是一座小型神殿，平时重兵把守，今晚因祭典而守卫减少。黑衣人熟练地破解了结界，进入内殿。奈美躲在一根柱子后，看到他们直奔中央祭坛，那里应该存放着备用的灵珠。快点，祭典结束前必须得手，一个黑衣人低声说，声音透过面具显得沉闷而诡异。奈美屏住呼吸，看着他们取出一颗红色的灵珠，放入特制的容器中。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奈美不小心碰倒了一个小珊瑚装饰。谁在那里？黑衣人猛地转头，奈美转身就逃，但黑衣人速度更快，一道灵力锁链缠住他的脚踝，将他拉倒在地。手机从手中滑落，掉在珊瑚丛中。是人类女孩，一个黑衣人认出了她。不能让她告密，领头的黑衣人举起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处理掉她。奈美挣扎着后退，脚踝被锁链勒得生疼。就在匕首即将落下的一刻，一道银蓝色闪电劈开水面，直接击中黑衣人的手腕。放肆！敖赤的声音如雷霆般炸响。黑衣人首领咒骂一声，抓起装有灵珠的容器，向同伴喊道：撤！敖赤落在奈美身前，3叉戟直指黑衣人，留下灵珠，饶你们不死。但黑衣人已经启动了某种传送法器，身影开始模糊。敖赤掷出3叉戟，只击中了最后一个离开的黑衣人的肩膀，撕下一块鳞甲。下一秒，3人全部消失不见，只留下几缕黑烟在水中扩散。敖赤立刻转身查看奈美的状况，你没事吧？他的手轻轻拂过奈美脚踝的伤痕，灵力所到之处，疼痛立刻减轻。我没事，但他们偷走了灵珠，奈美急切地说，红色的那颗。敖赤脸色阴沉如深海风暴，南海灵珠最具有治愈力量的一颗，他帮奈美站起来，你看到他们的样子了吗？没有，都戴着面具。但我拍了照片，奈美四处寻找，我的手机掉在……一阵急促的海螺号角打断了他们。敖赤表情一变，是紧急召集令。灵珠失窃已经被发现了。主广场上一片混乱，龙王震怒的声音回荡在宫殿各处，封锁所有出口，搜查每一个角落。当敖赤带着奈美回到主广场时，龟丞相立刻迎上来，殿下，南海灵珠被盗，陛下大怒，已经下令。我知道，敖赤冷声打断，我和奈美小姐亲眼目睹了盗窃过程。奈美小姐，龟丞相的目光转向奈美，突然变得锐利，他为何会在禁地附近？奈美正要解释，龙王已经大步走来，他的龙须因愤怒而竖起，周围的温度骤降。人类，我给予你信任，而你却背叛龙宫。父王，敖赤挡在奈美身前，是奈美发现了盗窃并冒险跟踪，才让我及时赶到。他不是罪犯，而是功臣。龙王的目光在2个年轻人之间游移，那为何灵珠还是被盗了？对方有备而来，使用了高级传送法器。敖赤拾起那块从黑衣人身上撕下的鳞甲，这是证据。我怀疑是北海龙族的鳞片。龙王接过鳞片，脸色更加阴沉，但这不能解释为何人类女孩会出现在禁地。奈美鼓起勇气上前一步，陛下，我只是碰巧看到可疑人物，想查个究竟。我有照片为证。他突然想起，我的手机掉在禁地了，可以派人去取。够了，龙王一挥手，在事情查清前，人类女孩必须被限制行动。
敖赤，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尤其是人类。敖赤的龙角迸发出刺目的蓝光。父王，您这是？这是命令。龙王的声音不容置疑。归丞相，安排人手看守珍珠阁。祭典提前结束，全宫戒严。奈美被带离前，与敖赤交换了一个眼神，他金色的眼眸中满是愤怒和歉意。奈美不确定，但她知道一件事，龙宫的秘密比她想象的还要深，而她已经卷入了一场危险的漩涡中。回到珍珠阁后，奈美发现门外多了2名虾兵守卫。小溪匆匆赶来，眼中含泪。奈美，我相信你不会做坏事。太子殿下正在和陛下激烈争辩。奈美勉强笑笑，谢谢你，小溪。但我确实违反了规定，擅自去了禁地。她压低声音，不过我真的拍到了那些黑衣人，如果能找回手机。小溪突然警觉地看向门口，然后从鳞片裙中掏出一个东西塞给奈美，殿下让我带给你的。那是一块小小的蓝色水晶。奈美触碰的瞬间，敖赤的声音直接在她脑海中响起，坚持住，我会查明真相。明晚月圆时准备好。水晶随即化为粉末。奈美握紧拳头，望向窗外的月光。无论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已决心与敖赤并肩面对。月光穿透珍珠阁的贝壳窗格，在奈美掌心投下斑驳的光影。她凝视着万间流转的蓝色光纹，随着海灵根的觉醒，这些纹路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变得格外明显，仿佛在呼应着某种古老的召唤。嘎吱，珊瑚门发出细微的响动，一道黑影闪入房间。奈美本能地后退半步，却在看清来人时松了口气。敖赤褪去隐身法术，银发束成利落的高马尾，身着便于行动的墨色鳞甲，腰间别着从未见过的短刃。换上这个，他抛来一团海绸，我们只有半刻钟的时间。展开衣物，奈美发现是套龙宫暗卫的装束，连面罩都配有单向透视的水晶片。当他从屏风后走出时，敖赤正背身调整袖剑，听到动静转身的刹那，瞳孔微微收缩，贴身鳞甲勾勒出少女纤细却有力的身形，被束缚的长发更凸显出那双燃烧着坚定光芒的眼睛。很适合你，敖赤轻咳一声，但记住，从现在起你是哑巴侍卫青林，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口。奈美点头，跟着他走向露台。敖赤的龙尾突然显现，卷住他的腰肢，闭眼。失重感骤然降临，等奈美在睁眼时，已置身于一片从未见过的水域。漆黑如墨的海水中漂浮着无数发光微粒，宛如倒悬的星河。远处隐约可见废弃的宫殿轮廓，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古老遗迹。这里是龙宫静渊。敖赤松开龙尾，指尖燃起一缕幽蓝火焰，所有被遗忘的事物都会沉没至此。火焰照亮了四周，残破的雕梁间游动着透明的水母，它们的触须缠绕着锈蚀的武器，半截石碑上刻着人龙永沐的残缺字样。最骇人的是，角落里堆积如山的骸骨，有些明显是人类骨骼，与龙族的遗骸纠缠在一起。300年前的战场，敖赤的声音在水波中显得格外冷冽。当年人类使团在此屠杀了前来缔结契约的龙族使者。奈美蹲身查看，忽然握住敖赤的手腕，不对，这些人类骨骼的胸腔位置，你看。幽蓝火焰凑近，只见每具人类遗骨的胸骨上都插着龙鳞状的暗器。敖赤瞳孔骤缩，逆鳞镖，这是龙族禁卫军才会使用的武器。这些人不是凶手，而是受害者。奈美用树枝拨开海藻，看他们倒地的方向，都是面朝龙族遗骸，做出护卫姿态。话音未落，整片水域突然剧烈震动，无数发光微粒汇聚成模糊的人影，重复着当年的场景。人类使节捧着契约卷轴，龙族使者微笑着伸出手，突然从暗处射来的逆鳞雕动穿双方心脏。画面最后定格在卷轴被撕毁的瞬间，残页上的龙族公主画像竟与奈美有8分相似。记忆回想，敖赤按住剧痛的额角，原来我们都错了。奈美正要开口，远处突然传来破水声。敖赤迅速将她拉进残垣阴影，
透过缝隙看到龟丞相正与黑影交易，那分明是北海龙族特有的三叉戟文章。灵力流失的真相在此，黑影递出水晶瓶，其中翻滚着熟悉的猩红液体，只要继续在结界核心投放。龟丞相颤抖着接过，告诉你们龙王约定的海域划分。突然，奈美万间的海灵根纹路不受控地爆发出强光，黑影瞬间掷出毒镖，鳌翅挥刃格挡的刹那，奈美看清了龟丞相手中之物，正是南海灵珠。走！鳌翅揽住奈美急速上浮，身后追兵的三叉戟激起致命涡流，在即将被追上的瞬间，奈美本能的抬手，海灵根竟调动静渊所有骸骨组成屏障。当他们冲出海面时，正落在近地深处的温泉池中。蒸腾的热气里，鳌翅的鳞甲多处破损，手臂伤口渗着黑血。奈美撕开衣袖，俯身吸出毒血。少年龙太子浑身一震，金瞳泛起血色，你可知龙血之毒？别动！奈美将最后一口毒血吐在池边青石上，石面立刻腐蚀出深坑。我在琉球外婆的医书里见过，以海灵根为引，可解百毒。说着咬破指尖，将泛着蓝光的血液滴入伤口。奇异的酥麻感顺着血脉游走，鳌翅突然扣住他的手腕，你究竟是谁？普通人类不可能。温泉突然沸腾，池底浮现巨大法阵。两人被吸入漩涡的刹那，奈美看到鳌翅颈后浮现与自己相同的鳞状胎记，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300年前的月夜，龙族公主将最后灵力注入女婴眉心，以无之魂护乳血脉。待双月重辉之日，鳌翅，奈美在灵力乱流中抓住太子的手，你颈后的印记是龙族双生契约。鳌翅反手将他护在怀中，任由狂暴的灵力撕扯后背。别怕。当他们在祭坛核心苏醒时，眼前景象令呼吸停滞，本该存放7颗灵珠的柱体全部碎裂，而奈美手机拍摄的照片漂浮在半空，每张照片里的灵珠都在渗出黑色雾气。原来如此，奈美冲向中央控制台，灵力流失不是结界老化，是有人在通过影像偷取灵珠能量。他抓起鳌翅的手按在台面，用你的灵力激发照片。耀眼光芒中，照片化为实体灵珠的镜像，黑色雾气被反向抽取。整个龙宫剧烈震动，北海龙族的惨叫从虚空中传来。当最后一缕黑雾消散时，真正的南海灵珠从龟丞相密室破空而至，鳌翅立刻启动结界修复。原来龟丞相提前将真灵珠藏起来了，成功了。奈美瘫坐在地，却发现鳌翅神情凝重，他的小臂正在透明化，海灵根纹路如血管般凸起，同调率超过临界值了。鳌翅将外袍裹住他，再不解除与龙宫的联系，你会被同化成纯粹的能量体。奈美按住他结印的手，等等，先解决。警报声突然响彻龙宫，侍卫急报北海大军压境。鳌翅抱起奈美冲向战场，在他耳边低语，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东海龙宫永远是你的归处。海面上，游纪和真秦正举着发光的龙鳞，试图突破结界。当他们看到奈美与鳌翅并肩立于浪尖时，手机突然收到神秘讯号，竟是奈美穿越后自动上传的云端照片，每张都标注着北海阴谋的坐标。龙宫结界在南海灵珠归位的瞬间迸发出耀目蓝光，将汹涌的北海大军阻挡在百里之外。奈美被鳌翅安置在珊瑚瞭望塔顶，手腕上的透明化已蔓延至手肘，皮肤下流动的已不是血液，而是液态的灵力光纹。拿着这个，鳌翅将龙角匕首塞进他掌心，若结界破裂，用它划开空间裂缝。你要独自迎战。奈美反手抓住他染血的护腕，北海这次出动了深渊巨鲲。鳌翅的金瞳倒映着远处遮天蔽日的黑影，父王正在启动上古诛仙阵，需要有人争取时间。他突然俯身，龙角轻触他额前的海灵根印记，记住，活着回来。奈美还未来得及回应，鳌翅已化作银龙真身冲入战场。他望向掌心匕首，龙角雕纹突然浮现出细密文字，竟是琉球古语记载的封印术士。记忆如惊雷炸响，
12岁那年，祖母临终前教他的那首摇篮曲，词句与这术士完全吻合。以血为气，以魂为引，奈美喃喃念出，周身突然腾起湛蓝火焰。瞭望塔的防御结界应声碎裂，他却如履平地般踏空而行，脚下每步都绽开冰晶莲花。战场中央，敖赤的龙鳞已被巨鲲毒刺击穿大半。北海龙王敖明的狂笑震动海域，当年你母亲为护结界自毁龙珠，今日你也要重蹈覆辙。敖赤喷出龙息冻结袭来的触手，住口！你不配提他。那提这个如何？敖明突然抛出个发光的水晶球，画面中竟是龟丞相在向北海暗探传递结界图谱。敖赤动作一致，险些被巨鲲的利齿贯穿。千钧一发之际，漫天冰莲骤雨般坠落。奈美踏着最后一片冰晶跃上龙首，海灵根纹路已蔓延至脖颈。诛仙阵需要龙族黄血对吧？他割破掌心按在敖赤的逆鳞处，加上海灵根够不够？金银双色血液交融的刹那，整个东海沸腾了。沉睡的珊瑚礁化为铠甲，鱼群组成剑阵，连敖赤破碎的龙鳞都重新生长出水晶般的锋芒。奈美在灵石中看到敖赤的记忆，300年前的人龙联姻大典，带着凤冠的龙族公主将婴孩交给人类巫女，自己化作光雨修补结界裂痕。诛仙阵在云层之上显现，却不是攻击法阵，而是巨大的净化图腾。北海大军在圣光中溃散，敖明不甘的怒吼被封印进深渊海沟。当最后一道黑雾消散，奈美如断线木偶般从高空坠落，敖赤化回人形将她接住，触手却是半透明的冰凉。医师，快传！没用的。龟丞相拄着珊瑚杖蹒跚走来，手中捧着泛黄的古卷。海灵根完全觉醒时，宿主会化作纯粹灵力重塑结界，这是300年前龙族公主与人类签下的血契。敖赤的龙角迸发杀意，你果然背叛了龙宫。老臣从未背叛。龟丞相颤抖着展开古卷，露出夹层中的婚书。当年公主殿下与人类将军真心相爱，诞下的女婴被送回人间，只为300年后能以海灵根之身归来。奈美艰难地抬手触碰婚书，泛黄纸页突然浮现光纹。祖母临终前的话语在耳边回响：阿美，若有一天见到发光的海，记得唱那首月见草之歌。当他轻声哼起旋律时，龙宫大地震动，7颗灵珠破土而出，在他周身组成星图。敖赤颈后的契约印记与奈美脖子纹路共鸣，碎裂的结界开始飞速重组。双月同辉，灵珠归位，龟丞相老泪纵横，老公主的预言成真了。奈美的身体已透明至胸口，却微笑着捧住敖赤的脸。看来我的毕业课题要改成论龙宫结界量子重构现象了。我不准！敖赤突然咬破舌尖，以龙族禁术将半颗龙珠渡入他口中。东海太子妃怎能缺席毕业典礼？金光炸裂的瞬间，游纪和真琴举着龙鳞冲进战场，他们竟通过奈美手机上传的云端照片定位到空间坐标。真琴背包里掉出的琉球古镜突然飞起，将奈美即将消散的灵体吸入镜中。阿美，游纪拼命拍打镜面，坚持住！镜中浮现出龙族公主的身影，要救她，需集齐3界之水：龙宫灵泉、人间晨露、黄泉冥河。话音未落，南海方向突然传来清越龙吟，曾被囚禁的南海太子敖兰破浪而来，手中琉璃瓶盛着幽蓝液体。加上这个，敖兰将瓶子递给敖赤，我母亲用1000年修为凝练的忘川水。敖赤毫不犹豫地将3界之水注入古镜。在强光中，奈美缓缓睁眼，额间龙纹与海灵根完美融合，化作晶莹的龙角雏形。海天交界处泛起鱼肚白，奈美在晨光中睁开眼，额间新生的龙角泛着珍珠光泽。敖赤的银发铺散在他膝头，还在沉睡中紧攥着他的衣角。游纪和真琴在不远处打着盹，怀里的手机屏幕定格在龙宫结界修复完成的画面。醒了，南海太子敖兰乙在门边抛玩着琉璃瓶。你的朋友们用人类科技结合龙族秘法，
做了个有趣的东西，它指向沙滩上那台由珊瑚和电路板组成的古怪机器——双向传送门，不过需要海灵根的灵力驱动。奈美轻轻抽出发麻的腿，龙尾在沙地上划出蜿蜒痕迹。奈美作为龙族公主后裔，海灵根觉醒后激活龙族基因，容貌趋近龙族特征，身体也会根据环境自动变换形态。他抚过敖兰递来的玉简，300年前的真相如潮涌来，祖母竟是龙族公主的后裔，世代守护着海灵根的秘密，而龟丞相的背叛，实则是为引北海势力现身设下的千年棋局。主殿内突然钟声大作，敖赤瞬间惊醒，龙爪在地面离出深痕，诛仙阵异动。众人冲至观星台，只见本该封印敖明的阵眼处黑雾翻腾。真琴突然举起手机，快看这个！他3天前上传的战场视频下，数百万人类网友的评论化作金色流光，正源源不断注入结界缺口。院里敖赤震撼地看着修复速度骤增的结界，人族竟然……这就是新时代的契约。奈美握住他的手，额角龙角亮起湛蓝光芒，不是血脉联姻，而是人心的连结。他转身启动传送门，机械与灵力共鸣的嗡鸣声中，7个直播镜头同时亮起，对应7颗灵珠的方位。邮寄戴上智能眼镜，全球30个海洋研究所已就位，声纳系统准备完毕。真琴敲下回车键，卫星云图锁定所有异常洋流。敖兰吹响龙笛，南海援军破浪而出。奈美凌空而立，现代科技与上古阵法在他脚下交织成光网。北海敖明，你惧怕的不是龙宫，而是人类与海族共同守护海洋的决心。黑雾中传来不甘的嘶吼，却在各国科考船释放的声波驱散剂中消融。当最后一丝黑暗褪去，朝阳恰好跃出海面，将奈美的身影投射成连接天海的光桥。3年后，东京海洋大学礼堂，奈美在雷鸣掌声中接过毕业证书，裙摆下龙尾化作人形的瞬间，瞥见后排戴着鸭舌帽的银发身影。游纪和真琴捧着琉球古镜改造的全息投影仪，将龙宫庆典实时投射在天幕。最后，奈美对着麦克风轻笑，我的毕业论文跨维度海洋生态保护研究需要特别致谢。他举起手腕，鳞片手链在阳光下折射出7色光晕，感谢我的龙族导师，以及所有为海洋发声的你们。礼堂穹顶突然降下细雨，每滴水珠都映着小小的龙宫幻影。在众人惊叹声中，敖赤的传音入耳，人间的结业仪式都这么麻烦。这是必要的仪式感，奈美用龙语回应，耳尖泛红，今晚轮到你参加龙宫的新政发布会了。月光洒满海面时，奈美站在改良后的双向传送门前，敖赤替他扶正龙角发饰，忽然从鳞甲内带掏出个手机，龟丞相研发的水下直播设备。他说，想让人类看看真正的海底婚礼。浪花卷着珍珠冲上海岸，礁石后偷看的游记按下快门。这张后来斩获普利策奖的照片里，银龙与少女在量子传送门的光晕中十指相扣，身后是载歌载舞的龙宫子民与同步庆贺的人类科考船。古老契约以新的形式延续，而海洋的故事永远在潮起潮落间生生不息。